中国奢侈品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，一场席卷全行业的危机正在上演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波动，更是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。从曾经的买到如今的卖，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惨烈的财富缩水。瑞银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示了这一残酷现实。今年以来，中国大陆奢侈品销售额下跌约 10%。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中产家庭的梦想破灭。报告分析认为，奢侈品销售放缓主要源于中国房地产不景气和金融行业的减薪潮。然而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奢侈品集团上半年的财报数据更是惨不忍睹。LVMH 集团在除日本以外的亚太市场收入下跌 10%， 是全球唯一下跌的市场。开云集团在不含日本的亚太地区销售额大幅下降 22%， 创下全球最大跌幅。开云集团 CFO Armel Pulu 直言不讳，下滑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。这场奢侈品市场的大崩溃背后，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全面溃退。曾几何时，他们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，是奢侈品牌趋之若鹜的香饽饽。如今，这个群体正在迅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经济荒漠。上海金融圈人士艾敏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曾经，奢侈品对他而言不过是贵一点的日常消费品。他平均每年购买1到2个奢侈品包包，至今已拥有30多个名牌包。然而，如今的艾敏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将这些曾经的身份象征廉价出售。二手奢侈品市场价格不高，我不是直接找买家，而是卖给中间商，回收价格很低，普遍是原价的2、3折，有的甚至低至1折、0.5折。艾敏说，处理二手奢侈品的过程让他深刻认识到，奢侈品的流通价值已大幅缩水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遭遇，更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缩影。互联网医疗行业从业者唐鑫的遭遇更是触目惊心。他所在的公司正在大规模裁员，裁员比例已经高达 36%。去年公司就开始裁员，每天都在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唐鑫的焦虑不无道理，因为公司的财务状况每况愈下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，唐鑫不得不出售自己珍藏的奢侈品。然而，现实是残酷的，3000多元买回来的丝巾，卖出去只有800元；2万多元买的宝格丽项链，因为只是18K 金，卖出去要打5折。唐鑫在奢侈品上花费了100多万元，如今转卖只能回收40万到45万元，损失惨重。这种财富缩水的现象在二手奢侈品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。杭州二手奢侈品回收商刘宇表示，二手奢侈品滞销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每个品牌都跌得很厉害。以前6000元回收一款包，很快7000元就能卖出。现在是6000元回收一个包，1个月都卖不掉，下次收货只能降到5000元。刘宇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。去年 LV 一款叫 Dolphin 的手袋可以卖 1.2 万至 1.3 万元，今年降到了8000元左右，降价幅度之大令人啧舌。大多数二手奢侈品包售价5000元以内，价格跳水后普遍降价1、2千元，平均降幅高达 20-30%。奢侈品手表的跌幅更是触目惊心，基本上在原来的价格上跌了20、30万元。很多手表以前要加价买，现在原价就能买到。二手市场上有一款劳力士手表，正常售价80万元，现在60万元就能拿下。这种价格暴跌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，更是无数中产阶级财富梦想的破灭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颓势似乎还在持续。刘宇预测，如果比照房地产周期 ，Hermes 迟早也得降价，这意味着即便是顶级奢侈品牌也无法逃脱这场大洗牌。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数据更是印证了这一惨淡局面。今年上半年，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同比下滑 29.87%， 免税购物人数同比减少 9.98%，
免税购物件数下降了 35.94%。仅见智库创始人周明奇分析称，购物人次下跌幅度远小于购物金额和件数，说明人均消费大幅下跌，侧面印证了消费力的大幅下降。这种消费降级不仅仅体现在奢侈品市场，更深刻地影响着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。广州人张琪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。曾经年薪近100万的他，如今创业收入锐减50%，去年7月份以来，整个家居市场变得非常艰难。我之前任职的企业上半年利润下降了 90%， 蛮可怕的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这种经济压力甚至开始影响到教育领域。张琪透露，同校一名学生的家长为了给孩子凑学费，7月份清仓了全部股票。家长间流传的说法是，7月份之后家里连一台车就没有了。这种极端情况或许不具有普遍性，但却真实反映了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。艾米的观察更是令人不安，去投行拜访也好，参加董事会活动也好，发现大家衣着风格变了，也很少看见有人背新款包包。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，更折射出整个社会心理的转变。人们不再追求升职加薪，而是把稳住现有工作视为最大的幸运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现在没有中产了，只有2个阶层，只剩下富豪和拼多多2种生意可以做了。艾敏的这句话虽然带有玩笑性质，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，社会正在走向2极分化。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，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。曾经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，如今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他们不仅失去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，更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。在这场经济寒冬中，奢侈品市场的萎缩只是冰山一角，它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：房地产泡沫、金融业风险、就业市场萎缩等等。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困局，而中产阶级恰恰处于这个困局的中心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未来将持续萎缩。周明奇表示，奢侈品为中产阶级包装的美妙故事，财富与气质的象征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会首先被抛弃。这意味着，奢侈品市场的衰退可能只是一个开始，更大的经济调整或许还在后面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经济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。从教育投资到日常消费，从职业选择到生活态度，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降级。这种降级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，更是心理和社会地位的重大调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人选择了断舍离，主动放弃奢侈品消费，另一些人则被动接受现实，不得不出售曾经珍视的奢侈品来维持生计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，这都反映出中国中产阶级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。中国的经济困境正在加剧中产阶级的危机。高房价迫使中产家庭大量借债，导致经济泡沫化。随着泡沫破裂，经济长期衰退，中产阶级数量萎缩，收入下降，出现去中产阶级化趋势。政府试图限制房价下跌，以避免银行业危机，但难以控制二手房市场。如果房价持续下跌，中产阶层的房产可能变成负资产，中产返贫成中产，或将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现实。这场经济寒冬何时结束？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重新崛起？奢侈品市场是否还有复苏的可能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或许要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才能揭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，而这场转型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奢侈品市场的范畴。